观众老爷们，我又回来啦！我是你们的前女友，填坑了！今天来把魔法少女网站为宝贝们干完。红海去世的消息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刑警来到小彩家调查哥哥的情况。第二天，在红海的葬礼上，小彩是最后一个赶到的。他对红海说自己已经下定决心，不会再让任何人死去了。休息室中，他朝着大家开了枪，随着一声巨响，休息室已经成了废墟。他们被传送到了一处密道，消失了很久的哪牙也在这里。原来前一天，哪牙找到了小彩，他说管理员想在葬礼上制造一起事故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哪牙负责清理漏网之鱼，管理员不把他们当人的行为让哪牙嗤之以鼻。他选择和小彩站着一边，大家以为这下终于可以拿回魔杖了，但是小彩并不打算这么做，他想拿走全部的魔杖，独自面对管理员，这是他能想到的不再出现伤亡的最好办法。好在露奶一巴掌打醒了他，不然也不知道这个傻丫头会做出什么事情。终于迎来了和管理员的较量。通过调查，他们发现了管理员的下一个目标，准备去守株待兔。可是来的却是陌生的管理员，李奈和他打了起来，两个人之间相差悬殊。小彩赶紧把他转移到了天台，哪牙趁其不备解决了他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管理员竟然和他们一样是人类。小青他们在路上遇到了网站的管理员，小彩这边的管理员也抵达了战场，他上来就给哪牙来了2枪，看来又是一场生死局。小彩让美嘉先去支援队友，这个扎着小辫的管理员叫做七，这个戴着面具的叫老八。当美嘉赶到的时候，小雪正在跟老八互砍，老八的能力是分身，美嘉带着小雪飞到了半空，老八紧随其后，随后小雪利用雷电把他一举歼灭。这边的一切还顺利。露奶问七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，七并不打算告诉他，露奶朝他冲了过去，小彩也没能拽得住他。一阵枪林弹雨之后，露奶同时使用了2个魔杖，他一边用结界笔保护了小彩，一边用溜溜球袭击七，但是他对七并没有太大的伤害。天空下起了雨，露奶的生命也接近尾声。说完他就停止了呼吸，明明就在眼前，却怎么也抱不到。小彩的内心已经崩溃了。另一边，网站也迎来了新的管理人候补，奴村露奶。他被七带到了另一个世界，七说他的不幸得到了王的认可。这个王到底是谁呢？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少女，也是发动 Time Pass 的魔法使。他通过吸食负能量来继续引发暴风雨所需要的力量。Time Pass 能除去所有人类的负面情绪。这场暴风雨之后，人类将不再有负能量，从而进化成更高阶的生物，适者生存，不适者死亡。所以将会有大半数的人类在这场暴风雨中丧生。暴风雨之后的宁静，就是王所期待的完美世界。七说完便给露奶洗了脑，他想逃跑，但是无济于事。强制洗脑之后，露奶成了没有感情的工具人。此时现实世界里的结界出现了裂痕，他要留下来陪着露奶。随着一阵电闪雷鸣，露奶睁开了眼睛，此时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了高光。虽然复活之后的衣服和法杖都恢复了原状，但是一看就知道和以前不是一个等级了。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七给大家表演了一个独门绝活。露奶为了给王收集负能量，他向小彩发动了进攻，招招致命，实力相差悬殊。小彩把他转移到了海边，两个人的魔法撞击到一起，强大的魔法被转移到了海底，形成了巨大的水柱，散发着象征爱的绿色。露奶也停止了攻击，他用手接住了迸溅的水滴。小彩讲述了过往，一步步的接近他。随着距离拉近，露奶回过神，他一把掐住了小彩的脖子。小彩想让他活下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消除他的负能量，只要他不再是不幸的，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小彩拿着枪对准了自己的心脏，他像一束光照亮了黑暗中的小露奶。那个时候，露奶刚刚经历了父母离世，幼小无助的他期望此时能够得到帮助。小彩说会一直陪着他，并且把最温暖的爱给了他。露奶恢复了意识，她抱着小彩失声痛哭。七也赶了过来，此时小彩恢复了意识。是的，她没有死，她把一部分生命用魔杖转移给了露奶。他们发动魔法，把七带到了一个静止的世界。看着他俩甜甜蜜蜜的样子，七问他们真的不幸吗？随着时间的恢复，他们战胜了七的同时，内心也有了答案。随着黎明的到来，战争就此结束，魔法少女取得了初步的胜利。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这要插一下哥哥的新动向，哥哥在上次战斗中消失，其实是被人带走了。是不是看到这个有点眼熟？没错，他就是去哥哥家调查的刑警，也是负责回收魔杖的人。他看着哥哥这么想变成魔法少女，觉得他很适合自己的口味。就这样，在某个黑暗的角落，开始了一段知难而上，难上加难的爱情故事。哎呀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看到他这个下场，心里果然舒服多了。魔法少女网站改编自佐藤健太郎的同名漫画，动漫后期故事发展都是原创剧情，很多小伙伴都感觉前期的剧情很虐，但是中期开始是明显朝着积极向上的方面发展了。人物设定方面可能是想把校园暴力更真实的展现出来，这也是这部作品备受争议的地方。很多小伙伴认为它是为了虐而虐，是一部不值一提的烂番。我个人觉得其实还好，故事结构也还算完整，主题鲜明，画面美感也不差。总体来说并不像风评中那么烂，不幸的人生并没有因为魔法而改变，相反的
会变得更加不幸。真正让他们改变的其实是他们自己。所以想要改变现状，首先就要改变自己。作为一部治愈动画，它竟然有一点点的正能量，剧情方面也难免会很压抑，所以这里就不推荐大家去看啦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这一部番搞定，我们下一部番再见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喜欢的观众老爷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收获更多精彩故事。